我们接下來想從米芾的這個作品裡面，我們再更多的去找尋他一些這個我們叫美好的回憶也好，或者是比較讓我們能夠回味的東西。那麼米芾的美呢，在我們現在來講，好像有很多人認為超過了二王，超過了唐朝。他為什麼？就是因為米芾和我們現在，他作為米芾本人的性情他和我們當代有相當多相近的地方比較豪放，比較外向比較不拘小節這都是我们现在的一种自由之風。也是這個時代裡邊，我們接觸西方以後我們感受到好多發揮自我還有一些呢，就是在字上頭呢，米芾的字非常適合於寫大字。這些種種跡象這種種種跡象表明就是我們現在和米芾好接近這種所謂的刷刷刷的感覺。米芾的字呢，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拿過來就很喜歡就寫在寫的過程中，我們通常會有一個過程，就是我們學習行書，很容易一下就被米芾的字給感染上，然後就去寫，抓它的特點，然後很容易就寫得像，然後會經常終身帶有米芾的這個習性。這一看學過米芾字，像米芾我們這麼認可他這麼喜歡他，而且每一個帖拿過來就去認真的去琢磨。但是關於米芾的字呢，歷代有不同的評論。那麼有一點大家認為，或者他自己也承認，就是他在40歲以前，他自己稱作叫做擊鼓字階段。那麼40歲以後他才放開手腳。那麼在這一點來講的話呢，我還是比較認同米芾一生只活了58歲58年。米芾呢，如果用40歲去衡量的话如果是個80歲或者90歲的一個人，那他將近呢他的擊鼓字的時候會到60歲就如果他活到80、90歲的話，當然不是那麼論的。從什麼而論呢？我覺得從他的覺悟而論。這覺悟這個詞兒好像用在一個書法家上頭也可以，用到一般老百姓也可以。所謂覺悟的意思就是似是而不惑，就是他變得明白了。那麼進一步講呢，50知天命50就是什麼叫知天命的概念呢？就是說50歲以後他就知道他能到哪兒了，他能做到什麼程度。這輩子就是有些東西他就不要想了，根本不是他做的東西。那當然40歲以後他知道什麼情況，他就該怎麼做，在該知道怎麼做的情況下，他就有取捨了。那麼到了50歲的樣子呢，他知天命的話呢，他就敢說這個東西我就這麼着，我就這麼做，我不管你別人怎麼看，我就這樣做。那麼在這種思路或者這種的觀念下，他才能完全沒有羈絆的去抒發去，而且他會把他認為好的東西去做這種誇張的，甚至於他認為他好的地方，他做極端的去表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才能完全的、透徹的了解到這個人的情和性、意和境，就全部都展現在裡面了。只有達到這種狀態，這個書法才進入到一個有品的一個級別。所以什麼叫有品？就是這個東西值得品味。他不是說這個東西拿過來看，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然後就過去了它就是技術性的，或者是一些表面性。米芾字雖然在蘇黃
米蔡这个蘇黃蔡三個人之間呢，它屬於蘊含上比較弱的，就其實比這個蔡襄也是蘊含比較弱啊，只不過蔡襄它的外形上頭啊，它的特點不夠突出，對我們當代來講，我們不是特別太崇拜它，太欽佩它，就是它外形上，它沒有那麼強烈的個性，很像小家碧玉一樣，但是蔡襄的很多細節的韻致的部分啊，確實非常獨到。蘇東坡談了那麼多，蘇東坡不是隨便去褒貶一個人的啊，我們也需要認真的去好好回味蔡襄東西。蔡襄東西好多也是不可多得和無法複製的東西，但是外形上從狀態上來講，遠遠的不如蘇黃米啊這麼富於個性，所以蔡襄呢就被大家忽略了。那麼米芾他活了58歲，他在40歲前後出現了這個變化，說明他在40歲左右，他大概相當於我們的50歲了，也就是相當於他知道取捨了。他過去什麼叫擊鼓字呢？他就是把所有的他認為好的東西他吸收過來，在這個過程中，他是吸收學習的過程中，他的字形是趨於什麼呢？是趨於從一個定型中拿來的一個形，就是具象中學習來的具象，就是由什麼別的人那兒拿來的學來的別的人東西。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我們叫做擊鼓字，跟我們當代認為的擊鼓字是不一樣的。我們當代認為的擊鼓字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字什麼樣，我搬過來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樣的搬過來。他不是，他是這個人，他對這個字的一個調整安排是什麼樣子的，他把它琢磨過來了，他把它學習過來了，然後在自己表現的時候，他還用了他的這種形態，而不是惟妙惟肖一成不變的把它搬過來。所以這個擊鼓字和我們當代認為的擊鼓字是不一樣的。那為什麼米芾的擊鼓字經過40歲以後，他能跳升到一個自我發揮呢？來源有幾點，一個就是他的個性，再有一個呢，就是那個時期他再擊鼓字，他天天要寫字，他天天在寫字，他是隨意的寫。這個有這種隨意的這個本來這個門徑，或者是他經常進出，他走的駕輕就熟的一條路。他把學來的東西放到這裡去，學來的東西放到這裡，哪一天突然爆發。所以我們當代很多人覺得我們也能擊鼓字，我們也能超出，我們也能爆發，但是我們沒有米芾那種擊鼓字的那種意態，也沒有他當時自然書寫的一個狀態。所以等到你想爆發的時候，你沒有那個這個產生爆發的這種基礎。那麼我們大部分的人學習米芾，很少有人去琢磨米芾這個帖是哪一年寫的。所以根據我們歷代對米芾的一個評論和對米芾字的一個分析，我們認為米芾字在40歲的時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變期。那麼我們這次也是根據米芾這個40歲大概定了一條線，我們去感覺一下40歲以前它什麼樣的，40歲以後又是什麼樣的。我們來了解一下這個跳升是一個怎麼跳升的感覺。我們在跳升之前，我先給大家鋪設一個底，就是說40歲以前它的構造，它的字的形態，它的變化比較細，就是它因為在書寫過程中產生的拉動變化小。換句話說，就是說它這個字拿過來之後，它就是個形，它不是說變出來的形。而40歲以後呢，它在不斷的變化、隨意的拉伸過程中，它通篇顯得渾然一體，它的每個字會隨機應變。
那麼這种拉帶，就是說他已經身體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備了，他也练过这些不同的拉带，而最主要就是在他写的那个时间内，就是书写那个状態中，他能夠保證這個靠着書寫把他姿態拉出來。那怎麼才能產生這東西？就是他當時的心態，他認為我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狀態，我已經到了一種我可以恣意的狀態，我怎麼樣的恣意，我就把它怎麼樣在字裡表達，我怎麼樣表達都對的時候，他不用懼怕，或者是他以為這個時候我已經是老大了，就當代老大了，或者是我可以比肩這個二王了等等。其實蘇東坡在米府32歲的時候就講過一些非常著名的話，也正因為這些話，米府對蘇東坡本身是一個崇拜，現在變成了一種這個好像遇到知音的這種感覺那麼這個話呢，我們經常會見到就是對他的評價叫風強陣馬沉着痛快。然後蘇東坡還用一種這種溢美的詞句，這叫溢美了說他與忠王並行非但不愧而已，說跟鍾繇跟王羲之放在一塊兒，他一點都不遜色。這一點說句老實話，我們現在不那麼認為，但是在當時來講，大家稍微想一想，這個蘇東坡在皇宮左右突然間見到那麼一個後生寫出這種樣的字的時候而且他這種字的這種風強陣馬是蘇東坡所沒有的也是黃庭堅沒有的，當然蔡襄也沒有，所有這些人都沒有，或者從古到今也沒有。所以蘇東坡這個人確實是個學者，他對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給予一個極高的一個評價，就是說風強陣馬而且還講了一句叫沉着痛快風強陣馬形容，風強陣馬就是風把這個帆鼓起來的時候，陣馬是這個馬群在往前進的時候沉着痛快指的是什麼？指的是它的筆觸，這個筆觸走到紙裡頭，它是很沉得下去，在出去的時候非常的凌厲和快捷就是有一種他自己講那個刷的感覺。這是32歲的時候跟米芾講的。那麼我們看他40歲以前的動作呢，我們隨便找幾個帖，我們來看一看有幾個非常有名的帖，一個叫張繼明帖一個大家耳熟能詳叫數宿帖，還有一個呢叫調息詩。這個調息詩呢，有人管叫韶息詩，韶息詩難聽，調息詩好聽點。調韶就是那個紅薯的意思。這個紅薯在南方呢有不同的念法，當然調和韶是不一樣的，韶就是講的紅薯了。那麼這個溪水呢，我去路過，在餘姚的旁邊叫調溪。那麼我路過的時候呢，會有一些懂得書法的人給我推薦說，這就是調息詩的那個所在的那個調溪，溪水不太大，周邊呢鬱鬱蔥蔥的然後這個很婉轉，掩映在這個綠色植被的覆蓋之中，溪也不是很寬，但是因為這個調息詩這個帖它變得會被很多人都知曉。還有一個呢是數宿帖，數宿帖所謂數宿呢，就是宿就是一種編織織物，那麼數宿呢就無外乎就是蜀國的，就是我們四川這個地方的這個編織的這個東西寫出來的這個字。數宿帖呢是用這個烏絲蘭它是一個像絹一樣的這麼一個織物，所以我們把它放大之後會發到很細節的地方，會有一些編織的那個邊緣不是很光滑的東西。那麼這三個帖張繼明帖是36歲，
蜀素貼呢是38歲，挑西施呢也是38岁，所以我們先拿這幾個貼稍微看一点，我們去感受一下，我們認為的40歲以前他的字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先看一眼蜀素帖啊，蜀素帖是我们接觸最多的可以說米芾的字裡面我們接觸最多的這個當時這個董其昌提過給他後面提拔的時候是吧，獅子搏象的感覺確實是他寫的很渾實，就是沉着，但是呢不夠痛快，因為這個字呢基本行書裡面呢偏楷一點，偏新楷一點，寫起来的話呢，这个相对这个素，所谓这个素就是它这个絹呢，不是它跟那個毛筆中間的它這個摩擦稍微的大一點，而且絹呢它是個網格，這網格會留很多的墨在絹上頭，所以用毛筆在寫絹的時候和寫紙或者寫這種蠟緘或者是這個生宣它都不一樣。生宣這筆一下去，這墨就畫就進去了，這毛筆就走起來就顯得遲澀。這個蠟緘呢，就是你拿墨的時候一定要拿比較濃的墨，但是走到紙上之後呢，它依然是就像在冰面上打滑溜一樣你如果是這個在上面滑冰，你的方法不對的話，那就是東倒西歪，就是一溜這個跟頭這個這個素這個絹寫上之後，它既沒有那個滑，又不到那麼澀，恰到好處。而且尤其是在你寫過滑的人，他會突然間就是感覺到腳底下能夠踩得住，踩着嘛水泥地一樣的像這個柏油馬路一樣的感覺。然後如果是你進到那個很遲澀那種感覺遲澀那種感覺，生宣那就好像是什麼呢？沙灘在沙灘上你踩那麼簡直你突然間上是平地了，很舒服。所以絹本身在書寫的過程中，它會讓你表現很多，而且在古代來講，絹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絹的保存的很好，很多絹當然保存好的話流傳下來了。我們經常講的叫做紙壽千年，那紙這我們紅星宣紙，但是我們現在有些還得要再考驗一下，因為現在的技法都不一樣了，所以宣紙能不能保持千年？但是像米芾這個接近千年了，這是絹的。在書寫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它的單字的這個動作挺大，但是字與字之間的銜接不是特別的明顯，筆畫的這個沉厚很沉姿態呢很明顯，但是我們把它向下順着看你把這字一下一下往下順着看，當你順着看的時候，它產生那種這個連帶形氣就不是那麼明顯，它會突然間這個字因為字的原因，它啪就把視就打開來了它這個互相之間不太明顯。比如我們看剛開始寫，也當然剛開始寫它也寫的不是特別順你比如青松勁挺姿凌霄這幾個字，我們來看青松還可以，它比較平到勁它開始就走勁了，然後挺過來滋過去，凌過來消起來，這幾個走的都是非常的，就是說它沒有這種拉帶的感覺，這韻律感不強，但是它鏗鏘唰鏗鏘。鏗鏘的原因是什麼？鏗鏘原因就是每個字中它的勢是一貫的，就這個以字為單位這個勢是一致的，它沒有這個字從開始寫的時候勢是跟着上面，然後寫到中間的時候呢，這個才定到這個字裡面來，然後下面出來之後呢，勢又拉在這下面，就是說它字沒有拉開來蜀帖呢，作為36歲的時候他寫的一個就應該算起來叫一篇力作叫一篇力作
也是我們後來學習比較多的地方，因为它的动作做的比較沉穩啊。我們現在看起来的話呢，尤其是它這個筆觸看得很清楚還蠻厚實的，所以最主要就是它比較規範。這規範在哪裡呢？就是它每個字的字形規範，就比較好學習。不是說是數數貼經常學，這個時候一定是很好的貼。那麼換句話說，也不是說《蘭亭序》《祭侄稿》和這個寒食帖，它這麼好的作品就一定要學。因為有的時候你一定初學的時候，你根本就没法把握里邊那麼豐富的東西，你根本掌握不了。所以你學的時候呢，就等於你面对的一个高中課本，一個小學的學生，你去學高中課本去，它是不是好？當然好，但是你得把那些東西都學過以後，你再去接觸它所以我就很反對這樣。但是現在這種學法呢，它好多就是直接把它弄得很像的話，它就不需要在裡邊學多少東西，我只要把它弄像就好這是另外一種話那麼數數帖呢本身當我們在學習它的時候，我們比較容易把握，因為它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而且每一個字它的這種形象比較簡單，它一個姿態一個姿態一個姿態，它沒有拉動的東西在這裡面我們來講的話，另外呢，它雖然說在字形上都沒有拉動，但是它在筆畫和單字中，它卻表現出了很多很米字風格的動作。也就是說，他後來他開始就是什麼叫一招一式。這一招一式是什麼東西？一招一式就是他練拳的時候他練拳的時候，一招一式讓他看特別清楚，一招一式，一招一式，你好學最後呢，我們那個像電影演員他沒有練過武功，但是他又很會表演。除了這種替身以外，他所表演的一部分全部是一招一式定式在那擺的姿勢他要真是連帶的過程的就不行。那等到米芾40多歲以後，他整個的行雲流水走動起來的話，隨機應變的時候就變成像散打一樣了。這散打出來之後的那個動作的話，全都是因為原因產生結果，因為原因他才做不同動作。他隨機的那些動作之後，他非常的流暢，而且身形的變化就開始有了，他就不那麼機械，它區別就在這兒。那麼這個書法才進入到一個圓熟的一個境界，而這種境界才是書法整體的融合以後能表現出來高一層次的那種表現力，通篇的表現力和整體的這種變化。在這種變化中產生的那個字形不這麼規範，因為它被前後拉扯反而不如這個數數帖看起來每個字的形狀它這麼有姿態，它這麼明顯，這麼好辨認，這麼好學習。所以數數帖的作用對於初學者來講還確實是又好看又好用另外呢，它裡面因為它是一個墨跡本而且墨跡本裡面呢還有一定的這個飛白還有這個飛白我們就經常叫可筆就可了那種感覺，可筆，然後還有筆觸的很多的變化。所以當我們一上來就很容易學很容易學數數帖呢我們現在看起來它裡面的動作在走動中，因為這個絹它特別有意思。這個毛筆在上面走動的時候，如果它鋪合特別好的時候，它質感特別強；如果它鋪合不好，它用側鋒，用這個偏側的東西在絞帶的時候，它會露出來因為你想想它這個上面紙上有紋路就這個絹上有紋路你墨給它多少，
你給它除非特別多，它特別的浓重啊，就蓋住了，它就质感就特別強烈，特別豐厚，特別豐潤。但是一旦墨沒這麼多的時候，它就在上面，這個筆在上面所有的翻轉、騰挪啊、刮帶，這個拉拖啊，和後面這個鋪，還有收，它就會變成什麼呢？它就會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这個筆毫在紙上的時間感和它的動作變化。所以這篇這個較比起來，米芾其他的那些字來講，當然有些大字像紅線詩啊，像這種大字，還有一些這個少量的啊，就是紙稍微的有一點生的那種紙，會拉出一些飛白來，還有大字两種，能更明顯的看到它的这個筆觸以外，就是這個屬素帖啊，會非常明顯的看到筆觸的變化，所以在對初學者來講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很多人呢又過於追求這個筆觸。大家知道，這個筆觸它的產生不是因為這個筆觸產生這個筆觸，是因為它在書寫的過程中，它的書寫的感覺會出現。就是你如果看到它什麼筆觸，你就走什麼筆觸的話，那你跟它就無法相近。就是你要做到的很多的東西，就是尤其紙面上的東西要有，那麼落到紙裡的筆觸才會跟它一樣。你要是只根據它紙裡面的筆觸去跟着它紙去走的話，啊，它紙裡什麼筆觸，你覺得我就用什麼筆去跟它的時候，那麼你缺一個入紙之前的你的準備工作，而且這個準備是通篇一致性，啊，就在做这個動作。而且我們現在學習的話，大部分都是拿着毛筆直接就往紙裡走，就在紙裡走那個瞬間要求跟它一致，但是忽略了在紙以外的動作。非常不標準，或者說根本沒有動作，那另外看起來不好看。不是看，是因為你做這個動作像一個印刷機的動作，而不是在書寫中和它的融合的過程。所以像這種字一定要連着寫起來再寫，可是我們臨帖很難連起來，是吧？那麼像這個字我們來看，就是說它就是每個字的姿態，每個字姿態，每個字姿態，每個字姿態這樣的动作啊。當然它的優劣我們也講得很明顯。另外呢，這個帖啊，這個董其昌說的獅子搏象描繪的是相当的貼切啊。所以獅子為什麼呢？大家看獅子什麼東西？獅子就是我們基本講的是那個雄獅子，好吧？因為雄獅子顯出來是什麼呢？它那個前面那個威武。那雄獅子這個筆畫是什麼感覺？就是說，如果換成筆畫的話，就是粗細之間的反差。另外，腰身上的那種力量所產生的那種啊，我們講肌肉也好，或者是那個弓着的那個形狀啊，那個肌肉產生的弓形。所以米芾這個帖裡面，在這方面體現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們隨便講幾個地方啊。我們來看這光字啊，光字的這個前爪鋪在這兒啊，你看它這個蹬在這兒的這一豎的感覺，刀字這個弓形的這種感覺啊，像这個反字，它經常會用一些這個特別粗換到細啊，它把這個捺變成一個橫的這種感覺。還有很多像我們來看這個就是那個動物鋪開來，整個全身的四肢鋪開來的感覺啊，鋪來感觉。然後還有一些這個比如說這個像俗字這樣的，像這種很大的一筆拉出去啊，然後中間再兼帶一些細的，像爪痕一樣這些東西，像太非常明顯的這種鋪的昂首的蹬的這種姿態啊，這就是它的一種。它為什麼有這姿態？
就是他要做事。这个米甫这个人呢，我们前面講過了，這個人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人。特別的人就是我們現在就講的是特別外向。他的外向來源於什麼？來源除了他本人性格豪放，性格這種比較願意表現，他還在出身有關係，是吧？他出身又不是科舉出來的，所以他就被壓抑的一個釋放，而且還有一個什麼？他就此就是就坡下驢了，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所以他以後就官就別當了，你不會信任這麼一個官員的。那麼，但是他在藝術上呢，就表現出一種奔放的，就是自我的，甚至有一些個性炫耀的，還有一些時候呢，就是說，略微有些誇張的一些表現，這就是他為人做事還有寫字中的一些表現。那麼還有一些地方他就做了一些很強烈，你看像這個換子這個動作，但是即使這麼拉伸，他在這篇字裡頭無法造成字與字之間拉伸之間的變化。我們後面慢慢去看，因為他的真跡還存留的比較多，我們能從中去發現一些怎麼拉伸怎麼變化。那麼我們看他這個字就特別平啊，不管他有做多大的事情，他就好比什麼呢？就好比是一匹烈馬，他在那兒揮的叫，然後一會兒昂起手來，一會兒這個在那兒地下刨着這個地，但是沒跑出去。那麼後面就不是，後面就是這個萬馬奔騰了啊！所以他是這麼個狀態。這狀態跟什麼有關係呢？有人說這個跟這個朱絲蘭啊，這個烏絲蘭有關係。這個烏絲蘭。這個蘭對他有多少有一定的約束啊？這個是不是我們不敢說，但是就年齡來講啊，我們覺得他還沒有完全達到那種完全個性張揚的時候。那麼調其詩呢，也有這方面的東西，但是調其詩呢，它沒有格。即使沒有格，我們來看啊，它每個的字形、姿態。還是非常的接近的。你看這個所有的姿態都這樣啊，都這樣啊。那寫的很順暢，它的順暢，它的一致性建立在什麼上頭呢？建立在它所有的，你看它的橫啊，你看這個裡面它有些你看放下來的地方，拉起來的地方，但是它的橫保持的這個非常的均衡。啊，很緩慢，就像我們這個船呢，向前走的時候啊，這個搖的這個橹或者是旁邊那槳一樣，它動作是一致的。然後看這個船慢慢的走，它這個字慢慢的往下走，但是它的都是一致性，啊，那中間有些其他的，根據字的情況，它有些變化，啊，方的，啊，斜的，是吧？長的，啊，這個來回這個轉折的這種勢頭變化啊，這個筆畫少的筆畫多的啊，但是依舊都在這種範疇內。你看平緩，就算我們大家經常用的這種揚啊，它只是在內心中啊，字形本身的一些這個積攢這個勢頭啊，我們講這種積攢叫什麼？我們叫物理裡邊叫勢能，它是沒釋放出來，它是攢住的啊。那後期奔跑出來就是動能的，它勢能轉變成動能的東西。這部字裡頭呢，你看不管它怎麼變化啊，這字形變化，你看這些的連帶就非常多了。但是單個的字形相對比較接近啊，這個形態變化比較接近。它什麼呢？它接的邊界都是一種向某一側拉伸，某一側拉伸，就每個字都這樣啊。就好比說像我們看到的這個
比如大家有2個人摇绳子啊，摇绳子啊，中间呢一队人呢就去跳绳，就是叫做群体的这个活动，对吧？这一队跳绳很漂亮，然后摇绳子，那个人就在里面跳一下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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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每个人跳姿势都非常接近，然后再轉一圈回到這邊來，再從這邊來跳過去啊，看着很優美。他這個感覺就是這樣感覺，就是這樣動作，只不過姿勢不一樣，因為姿勢不一樣，就像我們跳繩人不一樣，胖的、瘦的啊，這個有肌肉的、漂亮的，然後長得不好看的一樣，所以他就是這麼狀態。這種狀態他完成，在古代來講啊，如果不是書法家的話，很多人都能完成這樣子的啊。那麼所以我們看起來筆畫啊，這個帖的筆畫呢就跟剛才不一樣了啊，我們就會發現它的什麼呢，就是一些實的筆畫裡面那個墨實和墨這個虛，或者是這個有墨彩變化啊，它最後表現出來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它是顯得墨把它蘊含住一部分，所以它沉入一部分，它不像那種像蜀書帖似的在那絹上的那種翻轉騰挪啊，就不像它那麼明顯，它都是把它一致性感覺就是那是個立體的，這個變成比較平面，但是平面裡面能感覺到立體的變化啊，因為它究竟它裡面墨在裡面擠的動作不一樣，所以剛才那個直觀就好像我們看攝影展覽裡面我們看一般老百姓攝影愛用什麼？愛用彩色的，一看彩色的各種色彩變化豐富極了，那麼最後結果熱鬧的。可是你看那個攝影的比賽的時候，或者攝影獲獎的大部分都是黑白的，這黑白的它就摒除掉彩色的對你產生出來的一些其他方面的影響，讓你更集中在於什麼？在於它的這種形態和你內部的那種感受，就是蘊含的感受，而不會被表面的這種很花哨的這種表現力所左右、所干擾。所以它這個墨色的變化會出這個。我們現在好多人就是恨不得就把這個要渲染到一個什麼狀態，實際上不是。實際上更高的一個層次就是要把這個蘊含表現的一個事兒，那你就要簡化你的表現的手法和讓人視覺上頭容易產生的這種激動，這種沒必要的這種雜音這種視覺上頭所產生的這種色彩對你的影響，讓它植入到你最能表現的地方去。所以我們通常講，我們一看這個字特別熱鬧，一看這個攝影色彩繽紛，我們通常對這種東西都會把它放到一個比較淺的一個層次去感受它。當然也有人很成功的運用這些東西，把它變成了一種簡單化的，把一個很豐富的東西變成一個簡單化的，那就也是很高的一種水平的表現。但是大部分都是用這些喧鬧的表象來表示出來它的蘊含的不足和深刻的不足。那麼這個帖呢，還有一個故事挺有意思就這個調戲師。這故事呢，我們如果有興趣，大家隨便上網就查調戲師的故事，你就會知道有不同的版本，我就不講，因為今天不是講故事，就是最後他怎麼被發掘出來的，怎麼被這個榮寶齋去買下來的，怎麼又由榮寶齋的師傅把一堆碎片把最後表成了這麼精彩的一個字帖。這是應該是故宮博物院之鎮館之寶這也是非常的精彩的。你看我根本想象不到，它原來是一堆碎片，是從這個瀋陽故宮裡面流出來的一個碎片，一群碎片，最後被我們的這個揭表的師傅把它重新整理成這樣。我們再來看看它的一致性我們通常來講說，你看大小錯落什麼都有，是的，但是你看它的姿態全是一個姿態，全是這一個姿態沒有變化。這是它
36歲時候寫的字。這個張繼明帖啊，張繼明帖也是，那也是。我们来看，但是他做努力了，做什麼努力？做自行變化努力。但是這種自行變化努力完全在拉帶之中，而且這種拉帶，它沒有實質性的拉帶力，它沒拉動，它就是把你和我拽住了，但是沒有拽住形，把這個身形位置，就大家好比說一棵大樹，衡量這個大樹，我們轉一圈人這個摟着這個樹吧，咱摟一圈啊，7個人拽住了，就這種狀態。他看着有拽的這個動作，但是沒有把身形拽出來的變化，身形沒有拽出變化來啊，這非常明顯。我们來看這個啊，為什麼取它做例子？大家來看，這些東西根本沒有拉帶，但是他知道要拉帶，而且他能了。你看氣力負荷如也，這幾個字他沒有拉出變化來，他就是上面接下來而已。而且在接的过程中呢，就是你看这个力啊，用一個很實的比，跟負就融合。氣，它這個氣沒變化，沒有經過拉變化，力也沒拉變化，然後負還沒變化，合字還沒變化，如字還沒變化，也沒變化。就這麼拉的。我們現在好多作品裡面，尤其是入展的作品，都這樣拉的，讓你看着很像，就是你有想法的，你想這麼拉，但是為什麼拉不了？因為每個字都是一個相對固定的一個體，你拆不開來，打不開。這個打怎麼打？這個字形成以後就是個具象的字。你學來的東西啊，你學來它是學來那個樣子，它具象。什麼時候能拉開來？這個字，有人說字寫活了，字寫活的時候，這個字就不是個具象了，它是一種感覺，完全的活，隨意的拉。我們當代人好多人寫一輩子字啊，還是那個樣。為什麼？當你學那樣的時候，人那樣非常好，你改不了，而且你也沒有那改這個能力，也沒有改的這種過程，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沒有改的動機，他就不覺得我這東西要改，他覺得這個東西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他這樣就最好。想把任何一個字寫到最好的這種人，他的心態是這種匠人的心態，而不是個藝術家的心態。藝術家是隨時可以動，可是你不把一個字了解到一個一定程度，你不怕在寫的過程中把這種意念拉帶，你這個字就是形不成。如果形不成這個階段，就沒有這個調整的話，你的字很難成為一個書法家。